咱们拆了这兴旺村，建化工厂，对咱们来说那是稳赚不赔的事儿。我可没有那帮村民那么好骗。我们以后可就是有钱人了，真是无可救药。只要你们签字，肯定1分钱都得不到。我就不信你还真为了一个猪圈不要命！我看谁敢拆！他妈不想活了是？给老子滚开！今天只要我桑榆在这儿，谁也别想动我家猪圈。桑榆，这我们大伙儿可都同意拆了。桑榆，你快别闹了！周氏集团答应拆迁之后啊，给我们每个人500万呢。500万。好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猪圈，否则谁也别想靠近我家猪圈。桑榆，爹挨家挨户磕头给你凑学费，就是为了让你回来养猪的。你爹要是知道你现在这副做派呀，你爹的棺材本都盖不住了。我要是真能给我爸气活了，那我就成神医了。今天你们就算是把我祖宗18辈都搬出来，你也得先交钱，再拆我猪圈。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不懂事儿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但我劝你啊，赶紧给我起开，不然一会儿生了我还偏要跟你计较。怎么着？你想动手？你要是今天敢动我一个手指头，我让你多一个麦痒！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粗鄙不堪！你要拆地，我要钱，天经地义。你不给钱就想拆地，虚心了就要动手，怎么是我粗鄙不堪了？你怎么着？你还想报警？好，我帮你报。喂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这个人他要强拆，还要殴打村民了！好，算你有本事，你给我等着！走！留！一说报警就走，果然有鬼！你要是再敢空手套白狼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！这么帅的帅哥，肯定是个富家公子。桑榆，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的，随便就带一个陌生男人回家，你还让他睡你床上，你还要你的非死不安！桑榆，听你说已经劝了啊，你这20多岁还没有结婚呢，你这传出去，让村民怎么看你们啊？怎么看？用眼睛看。哎，你这孩子暴脾气，随谁了？你，我跟你说也是为了你好嘛。那我还多谢叔叔婶婶的好意了。我看这天也不早了，家里的猪还没喂吧？啊，我给忘了，你们为了拆迁把家里所有的猪都给卖了，那就赶快回家喂自己吧。我家里也没有什么好菜，那就不能。桑榆，你干什么？我可是你叔叔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你这是你这是不识好人心，到时候啊，村里1人1口的唾沫都能淹死你。对，我呸！走。你们懂什么？这个人看起来非富即贵，要真是个有钱人，等他醒了，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，肯定会给我投资我的猪场。我现在只有10头猪，到时候他一激动给我投资100头猪，我就可以带着乡亲们发展养猪事业。谁说要给你出？
偏不信。吃吧，铁蛋。你醒了啊？还挺有劲儿，看样子没摔坏什么地方吧？这是哪里？你又是谁？这是什么？大哥，这是兴旺村，我叫桑榆，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的那个桑榆。至于这个嘛，你别怕，孩子太小，太丢盔了。兴旺村。没错，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掉进我家猪圈的，都把我家猪吓了一跳呢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家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去啊。我叫什么名字？我看你穿的还挺干干净净的，你家里是做生意的吗？我家里你脑子不会摔坏了吧？你昏迷的这些天，我可是寸步不离的照顾你呢。你是说你照顾了我很久？可不是嘛，照顾我家猪都没有那么尽心尽力。抱歉，我真的记不起来。谢谢你这么多天照顾我。既然我现在醒了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不麻烦你了。看他不像是装的，还以为自己捡了个超级大富豪，等着让他投资呢。没想到竟然失忆了。不行，不能让他走，万一要是出了点事儿，别再赖上我。哎，我照顾了你这么多天，你醒了就想跑啊？你想干什么？你的医药费是3500，饭钱是37.2块。昨天你吃的那个黄瓜是我菜地里结的，就当是送你了。去市区里给你买了个衣服，花了我75块。这几天我的误工费怎么着都得3000吧？一共是6612.2块。想走拿钱，钱结清了，你爱去哪去哪。哦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这些钱我理应给你，可是我的钱包丢了，只剩这块表，它应该值些钱，你拿去把它卖了，卖多少都算你的。少糊弄我！我看你那身衣服也不是什么名牌，你这表80%是假的。和我身上真的没有钱啊。没钱呀！我想到你要怎么还债了。没钱就留下来干活抵债，这些可都是我的宝贝，你可要照顾好他们了。要是让他们病了饿了，我就扣你工钱。你把这些当成你的宝贝？看你之前就是什么都不懂的家伙，猪身上可都是宝贝，我们兴旺村可是要靠着他们走上人生巅峰的。行了，别愣着了，快去干活吧。哦。怎么样，猪可不好喂吧？你看它，给我的。多吃核桃补脑，让你赶快想起来你到底是谁。
对了，我也不能一直那谁的叫你，不然我给你取个名字吧。好啊。他叫铁蛋，那你就叫铁柱吧。铁柱。贱名好养活，多吃点。唉，也不知道我还能保护我这些小宝贝们多久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周氏集团要强拆我们的养猪场，建高楼，这分明就是骗我们的。可是那些乡亲们竟然相信了。虽然我暂时把拆迁队的人给赶走了，但是他们下次来，我就不好解决了。哎，像你们这种村子，应该都有一个大家长，只要能说服村长带领其他村民不同意拆迁，再和上面进行良好的沟通，保下你的猪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找三叔公，我去找他好好说清楚，他一定会明白我的意思的。那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。好，你可真是个天降小智囊团呀！多吃点，不过还有呢，我再给你包。铁柱，三叔公人可好了，在村里面很有声望。要是我们能说服他，我们的猪场保卫计划就已经成功一半了。一会儿你进去可千万别说话，一切行动听我指挥。你就放心吧。真听话，一会儿回家给你砸6个核桃吃。12个行，怕6个不够。没问题，只要你能照顾好我的宝贝，给你砸20个都行。半天还是为了让你照顾。三叔公，我来了。等等我。三叔公，你在家吗？三叔公，我是桑榆啊，我来看看你老人家。三叔公会不会没在家呀？家里的烟囱都还在冒着呢，怎么可能不在家？三叔公，我知道你在家，你快开门呀！你别躲在屋里面不出来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三叔公，三叔公，您家里做饭了吧？我给您带了下酒菜，咱们进去聊吧。我们进去。桑榆，当年你爹活着的时候，我念他是个哑巴，处处照顾你们父女，也算是仁至义尽。没想到你现在挡着我们兴旺村发达，就别怪三叔公我不念旧情。三叔公，三叔公，我给您带了下酒菜，你先拿着嘛，拿着我们再慢慢聊嘛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，你就是兴旺村的仇人，你就是饿死，从村里的河里跳下去，我也不会吃你一口东西。你给我滚！三叔公，要不晚点再来。三叔公，三叔公，铁柱，你没事吧？呸！不要脸的东西，带着来路不明的男人在村里招摇撞骗。桑榆，你把你们老桑家的脸都丢光了！你怎么说话的？告诉你，我今天对你说话是客气的，再敢来我就放口小你！你怎么着？周氏集团到底真能给你们500万，还是骗你们的？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既然你们执意要往这个火坑里跳，我也懒得拦你们。到时候你们被骗了，可别说我们帮了你们。铁柱，我们走。呸！要脸的东西！咱们给这些猪下药真的合适吗？这一头猪可贵着呢，这要是万一被人发现了的话，这我告诉你，桑榆现在可是挨家挨户的在敲门，这要是村民被他说服了不肯拆迁，到时候
你哥那些钱你也别想得到。再说了，又不是什么致命的东西，安眠药而已嘛，吓唬吓唬他，快点儿！你说的对。行了，赶紧走，一会儿那个臭丫头该回来了。铁猪，我们忘记喂猪了。你慢点跑。宝贝们，我回来。怎么会这样？铁猪，我的猪它都倒下了。铁猪，你先别着急，一定是被人动了手脚。当务之急是先去找兽医，村里有兽医站吗？对，找兽医。张大夫，张大夫开门！张大夫，桑榆，容姨，我求求你了，让张大夫救救我们家猪吧。不是我不帮你，隔壁村牛下崽子老早就把你赵叔请走了，就算现在要回来，最快也得1个小时。啊，那我家猪呢？我家猪怎么办啊？这个我真无能为力。下这么大的雨，你先回去吧，等你赵叔回来了，我让他过去看看啊。不要，容姨，先回去吧。容姨。这么多头猪，这一夜之间就被人全给放倒了，你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就别再较劲了，赶紧在拆迁同意书上签字就完了。就是，听婶儿一句劝，签了字，大家伙拿了钱，心里也就痛快。不然，就像你叔说的，万一那些头猪死了，就什么都没有。哎，桑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想清楚了，我绝对不可能让周氏集团空手套白狼。想要不给钱就要强拆，门都没有！你这死孩子，好说歹说就是说不通，你是不是？桑榆，我看你这个死丫头，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今天我就替你的哑巴爹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呀，哎，你不松开！我教训我侄女，跟你一个外村人有什么关系啊？想要动手先过我这关，你还真当我怕你啊？哎，我疼！哎，疼！出去！等着啊！等着！走！桑榆，你撕了同意书，可就彻底与全村乡亲站在对立面了。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我既然敢撕，就证明我已经想好了退路。程氏集团总裁程明，事在人为，不去找他谈，你怎么知道他就不会帮我？我们走。走。程总，我是丁望村的桑榆，我记得你。程总你好。程总，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谈生意的。哦，我一会儿还有个会要开，给不了你多少时间，5分钟。我知道程氏集团正在发展旗下的生鲜产业链，可是程总迟迟没有动作，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货源吧？我愿意做程总的供货商。想和程氏集团合作的供货商有很多，你让我选择你，总得给我个理由吧？3分钟。我能给程总低于市场的价格，并且我们有稳定的货源。兴旺村人人养猪几10年，用的猪饲料都是纯天然，没有任何化学品的，并且数量、质量还有价格都是市场最优。程总，你看，这是我家的小猪崽，才这么短的时间里，它就养得白白胖胖的，可见它妈的营养有多好。程总，跟我们合作，你不亏啊！你快让20弟收了神通吧！她是二师妹。好，二师妹。程总，这是兴旺村猪肉检验的相关证书。兴旺村的猪呢是有质量保证的。这位是啊，这是我们养猪场最重要的员工之一，铁柱。
迟疑？你的养猪场还有其他员工啊？没有，但总会有的。如果程总跟我们合作的话，我们会建立一个饲养场，到时候不就有了吗？想的还挺长远。不过据我所知，兴旺村好像要拆迁了吧？没错，周氏集团想要强拆兴旺村，但据我所知，程氏集团已经因为周氏集团的不断扩张，从而被挤压了市场份额，所以生鲜产业链是程总突破市场的唯一办法。你对程氏集团还挺了解。我们今天是来谈合作的，当然要做足功课。1分钟。桑榆能给您最佳的货源，且低于市场价，您也能节省成本。如果您能答应合作的话，就能突破市场，反压周氏集团一头。桑榆呢，又能保下猪场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哎，程总，程总，周氏集团不断施压，拆迁在即，如果您不把握机会的话，可就要失去我们这个优质低价且又稳定的货源了。我保证，一定没有其他人比我们的价更低了。时间到，桑榆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够赢。谢谢程总夸奖，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这下好了，猪全醒了，程总的合作也谈下来了。铁柱，我们真的要靠养猪走上人生巅峰了呀！可是那些乡亲，放心吧，程总给的钱啊，可比周氏集团给的拆迁款多多了。是一直赚钱，还是只赚一笔钱，他们还是分得清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割猪草，把他们都喂得白白胖胖的。去吧，我一会儿上街给你买一些衣服，晚上回来再给你做核桃虾仁补脑。那我去了啊。去吧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来了。你们找谁啊？你就是桑榆吧？你是谁啊？瞎了你的狗眼！这可是我们周氏集团的周总，粗鲁！吓到桑小姐怎么办？做晚饭了，正好没吃呢。桑小姐应该不介意我们一起吃。我不认识你，请你出去。不认识没关系，咱们聊聊天不就认识？跟你没什么好聊的。谁说没什么好？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找你商量拆迁的事。你一直不同意，不就是嫌钱没到位？只要你在这个同意书上签个字，500万，立刻的。想让我签同意书，你们都不有。你以为我跟那些村民们一样会相信你的鬼话？你分明不可能会给我们1分钱。想让我签也行，先打给我1半的钱，钱一到账你就立马签。张大姐，我周氏集团可没这个规矩。不给钱，就请你们滚出去。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大姐，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我。只要我周成于想，就没有得不到。既然你不配合，就别怪我不客气，让他按手印。放开我！妹妹听话啊！住手！妹妹听话啊！女孩轻点儿。哦，好了，周总。放手！你们先动，我上厕所。哎，周总，你三小姐，周总的话你也听见了，你不要让我难做，赶紧签了吧。行，我签拆迁同意书，下辈子吧。三小姐，你别把哥儿几个跟你动手了啊！住手！小月，没事吧？我他妈的，你谁啊？哎呀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你来一个我杀一个，你来2个我收拾一双。我小月，哎我的妈呀！你抓我干嘛呀？你他妈松开！打他呀！建柱，你等我！你打我干啥？啊！打他呀！啥玩意儿？铁柱，我要救你了！铁柱，你没事吧？
这他妈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周总，你别提了，本来我们都让桑榆的小丫头快把合同给签了，结果撞出来个程咬金。是说有人帮他。周总，你也看到了，那桑榆野蛮的不成样子，把猪都给放出来了。哦，既然猪帮了他，那就给我想想办法，让这些帮他的人消失。不是什么人。哦，还是周总办法好。我还会回来的。我还没上车呢，我还没上车呢。刚才都是周氏集团的人吧？他们逼着我签拆迁同意书来的。这次他们没有得逞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担心他们对你的猪下手，是不是依晨？赶紧给程总打电话，让程总尽早把猪圈里的猪接走。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就去联系程总。程总。哎呀，程总，您来了！来，快请，快往里面请，快往猪圈里面请。桑榆，我这大老远来一趟，不请我喝杯茶？茶有的是时间喝，还是先请程总验货吧。来，走吧。桑榆，你让我把货都拉走，现在他来，就拉不了。猪，我的猪呢？桑榆，大事不好了！你家猪带着羊在村口排队跳河呢！什么？桑榆，我的猪！哎呦，猪跳水了！哎，桑榆，危险，冷静点。你要我怎么冷静？这些可都是我的宝贝。你有别的办法？太危险了。还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怎么办？好帅呀！走，铁走，走。铁柱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能下水呢？没事儿，这些是你全部身家，要是没了，你可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谁说的？我不是还有你吗？啊？你说我是猪友？你真像头猪。桑榆，这个货款100万。程总，可是我的猪都已经下水了，您还愿意？哎，我答应你的事儿啊，肯定会做到的，放心吧。太好了，铁柱，我们有钱了！桑榆，我看呢，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。你的那些猪啊，肯定不会自己跑出来，我估计肯定是有人动手脚，用不用我帮你查一查？这还用查吗？肯定是周氏集团强拆不成，要对我的猪下手。这群畜生！走，铁柱，我们去周氏集团找他们问个清楚。我们去周氏集团找他们问个清楚。色月，你先冷静一点。虽然我们都知道是周氏集团做的，可是我们现在没证据，你贸然找上门去，他们不一定会认。是啊，桑榆，你叫什么来着？啊，我叫铁柱。好，铁柱说的对，你又没证据去上门找人家，万一人家报警，我是不是还得去警察局捞你？那你们俩的意思就是说，这次我要吃下这个哑巴亏了？咱们来日方长嘛。周成宇，老娘不会放过你的！哼！哎，桑榆，猪！桑榆，桑榆在家吗？在家吗？桑榆，桑榆，三叔公啊！哎呦，桑榆，程总是。哎呦，原来您就是程总啊！这可真是大佛在眼前，我没认出来呀！我，二愣子，你们在干嘛？哎呦，桑榆，你别紧张呀！大家伙儿听说你跟程总达成了合作协议呀，我们这都来恭喜你来了。来恭喜我？我看
你们是看我和程总合作成功了，都想着来分一杯羹吧？哎不，我是桑榆，你大学刚一毕业你就回来，这可不是为了拉乡亲们一把吗？当初我拦着周氏集团不让拆迁的时候，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怎么，现在倒是找上门来了？嗨，我们那不是也是被周氏集团骗了吗？现在我们迷途知返了啊！程总，我们家还有300头猪呢，要不你……我家里头还有400头呢，那是个顶个的肥啊！大家别急，当初啊，桑榆去公司找我的时候，我已经答应他了。咱们村不管有多少头猪，只要啊乡亲们愿意，我照单全收。哎呦，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桑榆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程总，现在正是饭点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留下来吃个饭吧。我已经让铁柱去买菜了。你们吃饭，我这还回去喂猪呢啊！走啥走？咱一块儿去吃，人多热闹呗。你真是没眼力呀！啊，你家里边没饭啊？要是没饭的话，回去吃猪食。走，我们大伙儿走吧，回去吃饭，回去吃饭。来，程总，你尝尝这个，好，你肯定没吃过，真的巨好吃。最后一道可太好了。这个，铁柱，快坐下来吃饭了。桑榆做的可以啊，没看出来呀，桑榆。多吃点。桑榆明明之前都会等我吃饭，你来了可倒好，桑榆眼里都没我。哎，铁柱，你刚才说啥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我刚才看见门口的那辆奔驰被扎了车胎，不会是程总你的吧？什么？没关系，一辆车而已嘛。而已？那可是几千万！你刚才说什么车？哦，我是说门口的那辆奔驰被扎了车胎。啊，没关系，我的助理会处理的。哇，程总大气！来，好吃吧？再多吃一点。这个，他是大气，到我这就小气。桑榆，一个玩双标的。铁柱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是说咱们这次跟程总的合作简直太愉快了。是。对呀，真是多亏了程总。我准备扩建我的养猪场的规模。哎，我觉得你可以建一个饲养场。饲养场？没错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附近有一处废弃工厂，我们可以把它租下来，建成一个饲养场，扩大饲养规模，同时呢又可以保证供货数量。铁柱，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？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真是个小智多星。来，多吃点核桃，多忙。事不宜迟，明天我们就去租厂房建饲养场。好。三，钱少绝对不能卖，那绝对不能卖，这你放心。那我先走了啊，好，记住不能卖啊，不能卖。好，慢着坐。这里地势开阔，离水源又近，的确是个开饲养场的好地方。铁柱，你可真聪明。哎，你俩是干啥的？您就是这的房东大爷们。啊，我们是想租您的地皮。想租可以，一年给个数。5万，可以，我们现在就签。好，要想做美梦，赶紧回家睡觉去。我这么大个厂房，你一年租5万块钱啊？那50万？50万，再加个零，500万，少1毛，免谈。500万？哼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就你这个荒地，你要500万？你看你这头发长见识短，我可跟你说，传言这底下有曹操小时候的墓穴。什么？看你根本就不想租。价钱我已经告诉你，想租了就租，不租了有的是人租。好好想想。我什么人啊？这是竟然有500万！你先冷静冷静，我们先回家再想想办法。
办法？我能有什么办法能凑够500万呀？我把家里的那些猪卖了也就才100万。我刚答应乡亲们带上他们走向发家致富的道路，现在可倒好，创业未半，而中到目前。你听说过股东制吗？你是说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桑榆，你就别为难大爷了。程总给我的100万，我这还没捂热乎呢。桑榆，不是婶不支持你，这100万实在有点儿。更何况咱建了饲养场，万一再赔了，那可就是把我的棺材本也赔进去了呀。就是，我还等着给我家大黑配种呢。你家狗配种还要钱啊？桑榆，我入股。好有钱呀！叔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你到底是谁啊？你到底是谁啊？那天我们进城找程总的时候，刚好找了一家表店估了估价，说是价值不菲，我就给他卖了。反正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，留着那块表也没什么用，刚好用来入股。铁柱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身上没有什么证件，那块表可能是唯一一个让你的家人找到你的东西了。你如果卖了的话，你救了我，这就是我的家。桑榆，这是程总刚给我打的货款，里边有50万，我也入股。三叔公，谢谢三叔公，我一定不负您所托。桑榆，70万，我入股。我这里边有100万，我要做最大的股东。我150万，我也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愿意相信我，我一定不会不辜负大家的。铁柱，我们有钱了，我们可以去租那块地皮了。走，我们把这些钱都给存起来，去找那个房东大爷去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哎，你干啥呀？我说过了，少1毛，免谈。500万，租期1年，1年之后再谈续不续约。哎，你还真有本事。嘿嘿，不过我不租了。什么？你不租了？你凭什么不租了？你说好的500万，我这钱也给你拿过来了，你怎么能说不租就不租啊？不要紧嘛，我没说这地皮不租，我是说这500万不租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啥意思？涨价了，700万租不起就滚。你怎么能这样？你上次说好的500万，你怎么能坐地起价呢你？地皮是我的，我想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，你俩租不起就看哪凉快哪待着去，不要影响我睡觉。大爷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您这地皮只有产权书，这厂房也属于违章建筑。哎，你胡说啥呢？我是不是胡说，您心里最清楚。我来之前已经查清楚了，上一家厂商之所以迁址，就是因为这属于违章建筑，您拿不到盖房的合规手续。这块地皮呢，又位置偏僻，应该不会有其他厂商选址建厂。那你俩的意思是，我非得租给你俩了，对是？不，您还有一条路可以选，那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这块地继续荒废下去，而您呢，只能终日抱着一张没什么用的房产证书，终日守在这。咋？那我拿不到，来你还能拿到？这就是我们的事情，不劳您操心。我看你也不想租出去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也不好强迫你，那我们就先走。您呀，继续睡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租300万1年。这
你俩这不是趁火打劫呢吗？好，我做300万，我做。给，签合同。给，天知了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？竟然学会提前做功课了。我也是猜的，我哪有那么厉害能知道上一家厂商的事？只是没想到真的猜中了。看来我的那个6个核桃还是很有用的，晚上回去继续给你打核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该进一批新的猪仔，期待我们的饲养场早日开张。没错，开饲养场。靠养猪走上人生巅峰。我让你们办的事情，你们办成这样，还好意思问我要钱？哎呀，周总啊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！我们是真的已经尽力了呀！谁知道桑榆那个死丫头，她竟然煽动了全村的人，跟她一起办什么饲养场啊！就是周总，我们一直在想办法。这桑榆啊，这随了他那个死爹一样，这鬼点子是一把一把的。我们没办法。在冰城这么多年，我花了这么多钱，养了这么多人，你们告诉我，你们没办法？我们的确是没办法。这桑榆跟那个程总在一起合作了，还把这个饲养场啊办的是有模有样的。啊，对，听说最近还要进一批猪崽呢。你是说桑榆要进货？是啊。说是要去外地考察，给乡亲们哄的呀，那是一愣一愣的呀，所以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了才来找你要钱的呀。兴旺村的那些人，那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啊，不先给点甜头，他们怎么肯带头拆迁呢？谁说没办法？等等我们！桑榆，等一下！桑榆，等等我们！桑榆。说了婶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咦，瞧你这话问的，哎，这乡亲们说你要去大城市考察，哎，你说你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，还带着个脑子不好使的，哎，所以我跟你二婶那肯定得跟着你们一起去啊，是不是？谁说铁柱脑子不好使了？好使，是二婶冲动了啊！我跟你二叔心疼你，想帮帮你啊！哎，是，你们走不走了？哎，走！哎，上车，咱们快上车啊！老婆子来。看样子他们非去不可了，那到时候我们再随机应变吧。放心，有我保护你。四位是从希望镇来的吗？欢迎！是这样的，那个房间我给大家都开好啦，大家先去放行李，然后好好休息一下，洗个澡啊！我给大家准备了一桌饭菜嘛，大家等一下好好吃一顿吗？洗澡吃饭来得及，我们先看看会员吧。哦，对。哎呀，你们也知道啦，检验货品是需要时间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好好放松一下啊，那边检查完也就差不多啦。啊，我们现在去不是给人添麻烦吗？先吃饭吧。啊，吃饭。那说好了，吃完饭我们就去看货源。好，吃饭。哎呀，舒服啊！这舒服！大城市的饭，吃的我呀，老只有一个没饭。既然吃好了，那就走吧，回去拿上钱，好去看货源。走。
张宇，你干啥呀？刚吃完饭，你不得消化消化吗？这要消化你们在这消化吧，我们走。哎，再吃点，再吃点嘛！这么好，这样吃。你好，开房。你好，房间已经退过了。退过了？怎么可能啊？小姐，这边的确显示您半小时前就已经办理了退房手续。那我东西呢？我房间里面放的东西呢？抱歉，保洁打扫的时候并没有看见您的东西。怎么可能啊！我房间里放那么大一个包，你没看到？的确没有。怎么办，铁柱？乡亲们给的钱都在那个包里呢。桑榆，你不是去进货去了吗？我们的货呢？猪崽子呢？猪崽。张宇，你给大伙儿一句实话，钱是不是没了？哎，你瞪我干什么？哎，这乡亲们信任你才给你投资的，这总得给乡亲们一个交代，不是吗？是吧？就是啊，桑榆，你自己被骗，瞒着乡亲们不说，哎，我们有良心呀，我们可不能瞒着大家伙，是不是？哎，明明是你们两个和骗子里应外合，拿走了我的房卡，我的包才会丢的。你说这是什么话？啊，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说？我告诉你啊，桑榆，你呀这是污蔑，我可以报警抓你的。我就抓你！我们不投了，桑榆，你把我们的钱还给我们。对，不投了，还钱！乡亲们，我知道这笔钱都是大家所有的积蓄，你们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这笔钱给追回来的。追回来？哎，你就别说大话了，你去哪追钱啊？事在人为，你们怎么确定这笔钱我就找不回来？难道说你们真的是骗子的内应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你真的是狗咬李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，我们这可都是在帮你啊！对，帮你呢。我不需要你们帮忙。乡亲们，3天之内我会把这笔钱给找回来的。如果我找不回来，我就把房子还有饲养场都卖了，也要把钱还给大家。大家伙可都不能再相信他了啊！口说无凭啊！哎。我桑榆从来不是空口白话的人，今天我立下欠条，3天之内追回钱款，请大家相信我。好，既然你已经立了字据了，那我们就信你一回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大伙先回吧。哎，桑榆，3天后咱们再见啊！老婆，走，看啥看？桑榆，你打算怎么追回那笔钱？听那个人的口音像是当地人，他肯定还在那座城市。我现在唯一的办法只能去找他。铁柱，你愿意帮我吗？当然愿意，我们现在就去。走。程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桑榆，你货款被骗的事儿我听说了。程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追回货款，然后进货。我们之间的合作，这个是300万，或许我可以当你的股东。程总，这不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桑榆需要投资，而我恰好有这个意向。有了这笔钱，桑榆就能正常进货，我们之间的合作也能继续，村民也不会再来找桑榆的麻烦。桑榆，你别多想，这个呀就是正常投资。抱歉，程总，我不能接受您的投资。抱歉，程总，桑榆他
不能接受你的投资。我和桑榆之间说话，你一个员工插嘴，是不是有点越权？程总，铁柱说的对，我不能接受您的投资。桑榆，程总，我很感谢你愿意和兴旺村合作，但是我们的饲养场只能在兴旺村的村民手中，绝不能让外人参与。程总，感谢您的好意，但是我得考虑村民们。好，那这300万就当我借你的，咱总得把眼前的事解决掉，对吧？眼前的事情我们已经有办法解决了，就不麻烦程总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和铁柱准备回去找人，虽然人海茫茫，但是我相信我一定会把那个骗子给逮住的。好想法，不过呀，那个地方你们2个人生地不熟的，要是再被骗了，那可就糟了。这样吧，我呢和你们2个一起去一趟。这有点太麻烦程总了吧？这有什么麻烦的？我就当去旅游了，车都停外边了。走吧，这总不能再拒绝我了吧？却之不恭，程总，那就多谢你了。铁柱，我们快走吧。桑榆，喝水。谢谢程总。这个。谢谢。张宇，有人看见他在这个村里都3天了，怎么不报警？贸然报警恐怕会打草惊蛇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程总一个生意人会不明白吗？站住！站住！还敢跑？说，我的钱呢？我来。说，钱，你说的什么钱呢？你们少跟我废话！就是你安排我们住的酒店，带我们出去吃的饭，趁着我们吃饭的时间，把我的钱给弄走了，还把我的房给退了。你是不是以为我抓不到你啊？说，我钱呢？真不知道你们说什么钱不钱的啦？还敢抵赖？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！我说，我全都说。说，其实我是一名演员，我是被人雇来的，让我托用你们，就光给你们订房退房吗？你说那个包什么钱，我真不知道，真的。看他说的不像你。你说是有人雇你，是谁？我也不知道是谁，我就接了个电话嘛，对不对啊？说是有兴旺村来订工作，让我托住你，然后呢，给了我笔钱，说事成之后还有笔钱呢，到现在也没给，我也找他们呢。别听他废话，直接给他送到警察局，看查不查出来。别，姑奶奶，冷静点。你们不是要进猪崽吗？啊，我有渠道啊。还敢骗我是吧？你真当我傻呀？你们可以先验货后给钱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比市场价低一半，我拿我全家性命发誓。桑榆，别信他，他骗人成性。想让我们相信你也行，收到猪仔后的1个星期，确保没有问题，再给你打款。行，你们说啥都行，只要不把我送到派出所，都听你们的啊。我看还是算了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我就信你一次，再敢给我耍花招，我奶奶我有机会抓到你。谢谢观音菩萨啊！我现在就给你们安排送猪崽啊！哎，程总，这次可多亏了你，要不然我不可能会这么快找到那个人的。是你聪明，可是那笔钱还是没能找到。这个小贼背后的人一时半会儿不会浮出水面的，这事急不得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啊会一直帮你的。给我拍核桃，我要补脑。你没看到我跟程总在谈事了吗？头疼，不管，现在就要吃。好，吃。哎，吃吧。
程总公司应该还有事情呢，那我们就不耽误程总时间了。好，小总，请。请。桑榆，那我先走了，有事找我啊。哦。啊，程总，我送你。铁柱，你有点儿不太对劲啊。我有什么不对劲儿的？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怎么可能吃醋？我那就是……放心吧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你都是我们兴旺村最大的股东，我一辈子的铁哥们儿。我继续给你一盘核桃吃。桑榆，我刚刚呀去饲养场看了，哎呦，那些小猪崽子可活泼了，还是桑榆有办法呀，给咱们进了这么好的一批货。这饲养场建起来了，咱这好日子也就快到了。要我说，桑榆这是要靠养猪让咱们走上人生的巅峰呢啊！只是那笔钱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追回来的。哎呦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。我们兴旺村一定会靠养猪走上人生巅峰的。到时候你们可都是饲养场的董事了。哎呦，我要当董事了！桑榆，我刚才呢有件事儿忘了告诉你了。都这么高兴，看来都知道了啊？知道什么了？你不知道啊？嗨，市里呢要开一场竞标会，中标者市里会注资开一家食品加工厂，再加上你那家饲养场，这不就是一条产业链吗？真的吗？当然了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参加一下？当然要，相信我一定可以中标的。相信你。朱总，桑榆要去市里竞标啊！什么？你说桑榆要去市里竞标？是啊，我媳妇为了偷听到这个消息，她都被英子家的猪给撞得起不来了。这要是让桑榆中了标，哎，那她还不得骑到你头上拉屎撒尿啊！放心，我翻不出什么大风大浪。小周总，我看这次招标大会呀，非是周氏集团中标不可。咱们小周总真是年轻有为呀！周氏集团在小周总的带领下，那可是如日中天啊！不知道比那个周承泽在的时候好了多少倍呢。大家谬赞了，我哥呢也的确有那么一点本事。这一次竞标会的确有很多优秀的竞标对手，不过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小周总谦虚了不是？优秀的竞争对手，小周总您说的该不会是那个养猪婆吧？小周总啊，您就是太给她脸面了。那个女人我见过一次，穿的土里土气，一看就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根本不会有什么本事的。好美呀！这是哪家的千金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不是那个养猪婆吗？不知道是否有幸请你喝今晚第一杯酒？我就是那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桑榆，这杯酒我就不喝了，怕弄脏酒。没想到咱们真的进去了。这是公开竞标，怎么小周总能来，我就不能了？桑榆，我劝你识相点，趁竞标会还没开始，赶紧走，别待会儿没中标，让大家看笑话。周总怎么就能确定我一定不会中标？哦，不会是周总在背后又耍什么登不上台面的手段吧？随口一说，小周总没生气吗？果然是没教养。周成宇对我的人说话客气，周成宇对我的人说话负责。程总，好久不见。确实好久不见。小周总还是跟以前一样没家教，哪比得上程总您呀？什么
么都吃得下。说话客气点。没想到周总心脏，看什么都是脏，自己的私生活混乱，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啊？照你这么说，你和程总没过那些？不过我就奇了怪了，程总放着那么多供货商品，怎么就偏偏选择了你？难道周总跟供货商都有不清白的关系啊？你嘘，竞标会开始了。我宣布，本次中标的集团是周氏集团。这怎么可能？恭喜小周总啊！小周总可是良心企业家，这次中标是天意。这不可能！周氏集团在此之前根本就没有相关项目，他怎么可能会中标？大呼小叫的，果然是农村人，没教养！保安，把这个臭女人给我赶走！这里面肯定有黑幕，周氏集团不配中标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就是周氏集团的势力，要懂的。胳膊永远拧不过大的。愣着干嘛？把这臭女人给我赶走！自己长腿自己会走，不用你们转。自己长腿自己会走，不用你们转。这黑漆漆的地方，就是让我待在这儿，我还不愿意呢。不过周成宇，给我听好了，跟你们没完！哎，桑宇，你回来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就进屋了？竞标会怎么样？哎，什么怎么样？这个周成宇，他怎么可能会中标？他肯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，就像当初他赶跑我的猪一样。现在我们想让生意回到我们手里，必须得有他不配中标的证据。你说的是这个？这是什么？我查了一些周氏集团的相关资料，周氏集团的原总裁一直很神秘，从来都没露过面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在1个月前，周成宇忽然成为了周氏集团的总裁。他为了节约成本，关闭了几处重要的污水化工厂。这个周成宇简直是丧心病狂！他关闭了化工厂的污水处理器，这跟杀人有什么区别啊？这次的竞标是市里的项目，我相信有了这份资料，周成宇一定会失标的。现在就去揭露他的真面目。我快点去！哎，等等，你现在还不能去。为什么不能去？为什么不能去？你怕了是吧？三月，你别怕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敢动你。并不是我怕了，而是如果我们贸然揭露这件事情的话，周氏集团一定会想尽办法把这件事情压下去。皮肤还说，程总，你觉得桑榆会有几分胜算？那你什么意思？让桑榆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机会给周成宇那个小人拿去吗？哎，程总也在呢。你们来干什么？瞧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！我们是你叔婶，咋了？还不能来看你了？猫哭耗子假自卑。耶，你这娃娃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啊，没大没小的，你那哑巴爹就这么教育你的？行了行了，小雨，我们今天来呀是给周总跑腿的。那周总呀办了庆功宴，特意让我们给你送一份请柬过来，看人小周总对你多上心啊！哎，行了行了，这请柬也送到了啊，那我们就先走了啊，你可一定要去，代表咱兴旺村啊，不用送了。哎，好，走了啊啊！哎，老婆，走。桑榆，周成宇肯定没安好心，这宴会你不能去。我为什么不能去？偏要去！我不仅要去，我还要在这场宴会上揭露他的真面目。到时候众目睽睽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周成宇他还要怎么抵赖。小周总啊，这次真是狠狠地打了那个卖猪婆的脸。我要是他呀，可就没脸来了。狠话放那么大，最后还不是咱小周总中标啦？运气使然，诸位，谬赞了。起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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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是来找周成宇的，好狗不挡道。你们谁是周成宇？你们干什么呀？就你叫周成宇是吧？是啊，什么事儿？你在我们兴旺村上游
建一个化工厂，污水处理不达标，直接污染了水源，我们找你算账的。对，就找你算账的。这事儿怎么可能呢？这污水处理可是大事儿，弄不好可是要进去。少给我信口雌黄！我们周氏旗下的化工厂，污水都是经过处理达标才排出的。说，你们到底是谁过来闹事的？怎么，周成宇，你是敢做不敢当了？就知道是桑榆。诸位，周氏集团的原总裁无故失踪之后，周成宇上位。在他上位之后，为了节省成本，关掉了几处化工厂的污水处理器。啊？真的假的？这周成宇看着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。桑榆，我知道，你就是因为没中标，所以恼羞成怒，雇了这么多演员来我这儿闹事儿是吧？保安，保安呢？把这个臭女人还有她带的这些演员给我赶出去！别急呀，看来周总今天是不打算承认了。你口口声声说我的化工厂污水处理不合格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证据？怎么快这么多？快去，把化工厂的机器快停了！快！是。周成宇，你真是丧心病狂呀！想周总在的时候，周氏集团是何等的风光，现在看来要毁在周成宇手里了。是，这兄弟俩怎么能差这么多呢？小周总，你该不会还想说这个视频也是我伪造的吧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各位，经市里决议，食品厂中标者更换为桑榆。小周总，成账不？桑榆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那我就等着小周总了。干杯！铁柱，我们真的中标了！多亏了你。还不是因为你聪明有胆识，敢在周家的宴会上揭露周成宇所做的一切。周总，这就财报报。辛苦周总。那你就怪不了我了。铁柱，你还好吗？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？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？没事儿，想不到就慢慢想嘛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你的家人的。刚才，刚才我突然想到锅里还有鸡汤冷了，我去热一热。无事喝酒误事，要是跟铁柱在一起了，这欠我的钱怎么还呀？宋宇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要说什么？你鸡汤了？我去热鸡汤。周总，这是这季度的财报。交代你的事儿查的怎么样？已经查清楚了。这是当天的监控录像，是有人偷偷潜入了我们的化工厂，偷拍了污水排放这一段，这才让桑榆有了可乘之机。周总，这人怎么那么像人呢？绝对不可能！
经死去的哥哥好像还活着。周总，会不会是咱们搞错了呀？这个人看着确实有几分像您哥哥，但是仔细看他身高要矮一些呀。立刻给我去查，不管这个人是谁，我要让他知道和我周氏集团作对的下场。是。等等，桑榆的食品厂是不是有黑幕？恭喜你呀，桑榆！现在食品厂开业了，我应该叫你一声桑总。我桑榆能有今天，还要多谢程总。希望我们能和程总能有稳定的合作。天气热，先进去吧。啊，走吧。多谢各位的捧场啊！大家都快去忙吧。走。呀，桑榆，哎呀，桑榆呀，哎呦，我的好侄女啊！二叔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瞧你这孩子，咋说话呢？你开了这么大的食品厂，咋？我跟你二叔不能来。桑榆啊，你婶子就这脾气，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今天二叔来呢，是有事要求你啊。求我？哎呦，桑榆啊，你现在可成大老板了！哎，我们老桑家那真是祖坟冒青烟了呀！你们在门口不是说有事吗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哎，你说你这孩子，哎，咱们好歹也是一家人嘛，你怎么就不能好好说话呀？有事快说。是这样的，桑榆，你看你现在又是饲养场，这又是这个食品厂，这咱们村啊，岁数大一点的呀，都在村里面安心养猪呢。你岁数小一点的，都在你的厂子上班。这我跟你说，你看，就是啊，桑榆，哎，都怪那个周氏集团之前忽悠我们，那把猪这全给卖了。现在我跟你二婶那就在家里坐吃山空呢嘛。就是啊，桑榆，我可是你亲婶儿，你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跟你叔饿死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两个是想来食品厂上班？哎，对，你看看啊，还是铁柱聪明啊，真是没白吃核桃仁啊，这脑瓜子长的。不可能，大侄女，我知道你是在跟二叔赌气呢。之前的确是二叔我做的不对，我跟你二婶那给你道歉还不行吗？啊，对，俺们给你道歉啊。那我们给你跪下总行了吧？老婆子，跪下！谢谢桑榆，我看他们是真知错了，毕竟他也是你亲叔叔。你看，对呀，我可是你亲叔叔啊！你要不再考虑考虑？你要不再考虑考虑？当初你们看似站在桑榆这边，实则是不断的把他推向风口浪尖，现在还好意思来上班啊？哎，我说你，桑榆，哎，你可千万别听这个铁柱的话呀！啊，我们怎么可能把你往浪尖上推呀？是吧？啊，是，这我们当时不是也是被骗了吗？但凡我们现在能找到出路，也不至于过来请你。我看那些事儿啊，也未必是他们做的。这是我们当初啊，那就是被那个周氏集团给蒙骗了，不是吗？哎，再说了，你就是不给我面子，那也得给你爹面子吧？我可是你爹的亲兄弟，是你桑榆的亲二叔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活不了了呀！这要是大哥在的话，咋能眼睁睁的看着咱们两个死对呀，哈哈，我的不命的大哥呀！我们从小爹妈就死得早，你是既当爹又当妈，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拉扯大呀！结果你撒手走了，你走了以后啊，这个桑榆啊，那就不管我了，我还咋活呀？没法
大家看看呀，活不了了。桑榆，今天食品厂开业，这种时候因为小事闹起来。桑榆啊，我写好了保证书啊，我保证啊，来看，只要你愿意让我跟你二婶来上班，我们肯定老老实实的工作，一辈子都给你卖命。你们的命能值几个钱？想要在我这上班也不是不行，不过二叔你也年纪不小了，我这食品厂的都是高科技的机器，你要是弄坏了还得赔。要不你就在我这儿做个保安吧。行，别说是保安了啊，只要你愿意让我们来上班，我们给你提鞋就行。桑榆，那我呢？那我高低也能是一个车间主任吧？你，保洁，你就负责厂里所有的厕所，你就负责厂里所有的厕所。说啥？你让我刷厕所？怎么不愿意啊？不愿意，你们就趁早走吧，我还有事呢。愿意。你婶子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们愿意啊！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能上班，是吧，老婆子？这保证书还在我手上呢。你们要是敢打什么算盘，也别怪我六亲不认。是，放心，你就放180个心吧，我肯定看好咱食品厂的大门。对，我呀，保证把那个马桶刷得跟那镜子似的，都让你反光晃眼。快去办入职手续吧。好，还得是亲侄女呢。那我们现在有去，走了啊，走。思明，就这么让他们两个入职的话，恐怕……我看是你想多了吧。他们再怎么说也是桑榆的亲戚，难道你让村民说桑榆发家之后六亲不认？程总倒是挺向着他们说话呀。我是帮桑榆说话。桑榆，我呢公司还有事就先走了。你的食品厂和饲养厂有什么事儿都可以找我。今天多谢程总过来捧场，有时间我一定请你吃饭。有时间是什么时候啊？我看呀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晚吧。我呢在滨城酒店订了包间，就当庆祝你食品厂开业。相信桑总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子吧？多谢程总的美意。不过为了庆祝食品厂顺利开业，桑榆今晚要宴请村民，恐怕要辜负程总的美意了。这样啊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。那我先走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宴请村民啊？你现在不是知道了？铁柱，我怎么觉得这个屋子里有一股味道呢？什么味道？像什么？我没闻到。好了，我不逗你了，你放心，你一直都是我最喜欢的员工。走吧，回去给你做核桃虾仁。啊，又是核桃。谁让你到现在什么都没想起来呢？还是老样子，6个核桃不恼。干啥呢？说你呢，听声！开保时捷了不起啊？哎呦，周总，你怎么来了？让你当个保安，真把自己当坑人，自己主人都不认识。怎么会呢？要不是周总您给我们指到这条路，我们现在还在家混吃等死呢。就是没想到这桑榆那个死丫头竟然只让我做个保安。周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，周总？桑榆就没把你这个长辈放在眼里，
你能咽下这口气吗？那个死丫头，要是有机会，我一定亲手弄死她。这个就是你的机会。这是你把这个东西掺到原材料，那桑榆不就神不知鬼不觉，身败名裂？那这不是杀人的勾当吗？你怕什么呀？这里头就是泻药和安眠药，我这是为你出口气的。这，你别忘了，你的房产证可在我手里，做，我让你下半辈子医生；不做，你可就无家可归了。吃。怎么样？想起什么没有？啊，你都吃这么多了，还没想起来？没事儿，我再给你砸。哎，桑榆！哎呦，桑榆，这都啥时候了呀？还有闲心在这砸核桃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猜？你说。不说就出去。哎呀，这食品厂出事了啊！出什么事了？你快说！你不说，我以后就不给你服传了。哎呀，厂里东西吃坏了人，现在记者都堵在你办公室门口，等着要交代呢。你说什么？吃坏人了？这不可能啊！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思远，你先别急。铁柱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拦着我？放心，有我在。食品厂里的每一道工序都是经过严格检验的，现在出了问题，一定是有人动了手脚。我们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，你贸然去厂里，只会被那些记者追问。我害怕他们会伤害到你。哎呀，我顾不上这么多了。现在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无论如何我都得给大家一个交代。铁柱，你就别拦着我了。哎，那我陪你一起去，有我在，一定不会让人伤害到。走。桑总，我有问题问你。桑总，你说一下。桑总，我有问题问你。食品厂检验不合格，很多消费者在使用产品时都入院治疗了，请问这是真是假？该不会跟传闻中的一样吧？食品厂出了问题，我难辞其咎，但是我们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检查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彻查清楚的。彻查？你一个女人怎么彻查？就是，该不会是说大话，想要诓骗我们吧？说呀，别答复，快说一下吧，说一下吧。说。轩月，新提的。留下那辆车是谁？那可是周氏集团总裁周成宇的车。瞧他穿的这副穷酸样，不愧是农村出来的，连周总的爱车都不认识。你说什么？你们今天来，无非是想知道食品厂的事情。这件事情，我们已经开始调查了，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。现在，你们可以走了。赶我们走？你算老几？就是，你以为你是谁，还想赶我们走？他是我食品厂的副总铁柱。铁柱，现在居然还有人叫这么土的名字啊！我邻居家的狗都不叫招财了，铁柱，这么土的名字，说话还这么大声，擅自闯入我的食品厂，现在还敢侮辱我的员工！哎，你看干什么？还想干什么？你想动手打人是不是？来，今天就曝光他！对，给我曝光他！方宇，少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！你现在还不知道，你的名声早已经臭了。只要我们把你今天所作所为曝光出去，你就彻底完蛋。就是，还想动手了？来，今天我倒要看看，到底咱们谁厉害！擅自闯入，现在还想动手？我已经报警了，看看是你们报道的快，还是警察来得快。走，快算你狠！铁柱，多亏你了，不过我看那几个货色不像什么真记者。跑得还挺快。的确，记者都会带着自己的记者证，他们什么都没有，
应该是别人雇来的。雇来的？你是说？没错，周成宇。这个周成宇，自己私自排放污水没达标，换成我中标之后，他就处处跟我为难。我现在就去找他。你先别冲动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。可是现在不去找他算账，我们哪来的证据啊？难道这个证据还能自己跑到我们手里不成？周成宇无非是想通过食品厂中毒的事情让你身败名裂，现在只不过闹出了新闻，患者的症状也无足轻重，所以他一定不会受到大刑。铁柱，那我们就更不能等了。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周成宇把我们消费者给害死吗？怎么样，桑榆承认了？周总，你是不知道呀，桑榆那个女人厉害得很呐。她厉害个屁，她身边的那个倒是不容小视。身边那个人？对，她身边啊跟了一个男人，大概有这么高。他叫什么呀？铁柱，桑榆叫他铁柱。铁柱，这桑榆身边还真是卧虎藏龙，半路杀出个成名，现在又多个铁柱。喂，去给我调查一下这个铁柱。哦，对了，通知桑老二，让他加大药量，我要让这个桑榆滚出主场。之前让你查的事情查怎么样了？那个偷拍污水排放的人就是兴旺村的人我们已经抓住了，打了一顿，给了一点教训，扔河里了。让他身边那个铁柱，这个人说来还奇怪，我查遍了兴旺村所有村民资料，就是没有查到这个叫铁柱的人。他妈脑袋是摆设，你就不能去问兴旺村的人吗？周总，那个桑榆在兴旺村办了饲养场，然后又办了食品厂。现在兴旺村的人跟他都是一条心，打的是我们的人。进去之后，那不是被他拿扫把打，就是给我们泼水的呀。要你有什么用？周总，那个叫铁柱的，他只不过是个养猪的，我估计他在桑榆身边也掀不起什么大浪。再说了，桑榆都快要倒台了，更别说他还是个农村人呀。桑老二那边答应了吗？您手里不是还握着他的房产，他敢不答应？抓到了。大叔，我进车间的时候，正好碰见他鬼鬼祟祟的往原材料桶里装东西。我是冤枉的，你找我干啥呀？冤枉？那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我治心脏的药。治心脏的药？我看这分明就是周成宇给你的东西。说，这到底什么药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什么周成宇？我哪能认识周总啊？不懂？好，直接送你去警局，看你到那儿，你的嘴还能不能这么硬？走！哎呦，我的心，我的位置，我的身体都不行了，还给我装！起来！救命啊！来人呐！桑榆要亲手谋杀他病弱的亲二叔了！哎呀，来人，快看呐！你还敢喊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还敢跟我动手？我可是你的亲叔叔！还知道你是我亲叔呢？你帮着外人要毁掉我的厂子，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你凭什么血口喷人？我咋毁了你的厂子了？没有。那这个什么东西？给我！这分明就是周成宇给你的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有什么证据？就不吃法证！你泼妇！你说这药是治心脏的？是啊，我嗓子要吸，我吃不了药片，他身子给我磨碎了，怎么着？让啊？让？谁说不让？也就是说，这个东西是你准备给自己吃的，对吧？当然啊！你们要是耽误了我治病，我要是死在这，让你们这厂子都变得不吉利。既然如此，
那可不能耽误。来，吃药啊！我好了，这不用吃了。好了，我看你是不敢吧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都说了，这是我治心脏病的药，你咋就不信呢？那你怎么不吃？你刚才不是还说你要是不吃药的话，你就躺在这儿吗？那是刚才。我知道了，你分明就是因为当初我跟你二婶想找你要工作，求着你让你给我们工作，就蹬鼻子上脸，想要骑在我头上。我不就早骑到你们头上了？你忘了当初你们为了要这个工作，差点跪在我面前了吗？你什么你？你今天要是不吃这个药，就证明这个药有问题，就是谋杀未遂。什么谋杀？你少下！看来我是跟他说不通。铁柱，看来我这个二叔情绪很激动，要是他再犯了病倒在我们这儿，那可就不好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可是你亲叔叔。就因为你是我叔，才不能让我爸在九泉之下知道我没有照顾好你，害他老人家死不瞑目。铁柱，来吃药来。桑榆，你想谋杀你亲二叔啊？我要告你！我是为了你好，二叔，我怎么能算是谋杀呢？我说，我全都说。现在说晚了。是周成宇，全都是他。周成宇，没错，是周成宇，药也是他给的。他说只要我把药放在原材料里，桑榆就会身败名裂。是我亲二叔啊！你竟然帮着外人来搞我！我也是没办法呀。什么没有办法？我看你分明就是因为当初我阻拦拆迁，你们没有拿到我家的拆迁费，所以心生怨恨。爸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弟弟？桑榆，我可是你亲叔叔啊，天地良心呐！你可是我亲侄女，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了，我怎么可能这样害你呀？看来是全部都承认了。走，跟我去警察局。子瑜，你说是周成宇指使的你，我们怎么相信你不是随意攀咬？周成宇他是什么人呢？我怎么敢随意攀咬他呀？都是他，手里还攥着我的房产证呢。我想不干也不行的。我这么说，倒真是周成宇威胁你了。我可是你亲叔叔，你不能就这样把我送进警察局吧？你放心，我们现在不会送你进的。铁柱，他给厂里下药，还害了那么多人，现在还想害我背黑锅，不把他送到警察局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如果现在就把他送进去，我们怎么把幕后大鱼钓出来？你是说要把周成宇抓个现行？桑榆真的就这么快调查清楚了食品厂中毒的事情了？她就是个农村的女人，我看她分明是在故弄玄虚。也是啊，我看她现在就犹如困兽犹斗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快看，来了！张总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张总，张总没有问题，张总回答一下吧。张总，我能在滨城待多久，不是你们能说了算。张总，这么热的天把我们叫来开记者招待会，你不会真的有什么结论吧？我看桑总也未必查出了什么，不如让我们早点散了吧。我老公还在家里等我呢。就是，你们急什么？我有没有查出什么？等到记者会开始了，你们不就知道？桑总说什么你听不进，别怕，有我在。有我在呢，就不劳烦程总。三爷，张总，你该不会什么都没查到，在这浪费我们时间吧？今天的嘉宾都还没到齐，别急呀。我去给你倒杯水。这记者会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张总是在等我吗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这记者会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张总是在等我吗？桑总，你家食品厂的问题，你叫人小周总来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这周总和桑榆之前有过节。桑榆，你是不是想把这盆脏水抛给人周总？周总，你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敢来。帮我您说下。
您邀请我见证这个记者会，我有什么不敢来的？我看不敢来的是你桑总吧？既然人都已经到齐了，我宣布记者会开始。桑榆，食品厂中毒案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就别卖关子了。食品厂生产的食品有问题，并非是生产链检验不合格，而是有人在我的生产线上动了手脚。桑总，您的意思是有人给您找麻烦呀？是不是有人故意给我找麻烦啊？别人不清楚，但周总你应该很清楚吧？桑总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有点不懂了。既然我的话你听不懂，那他的话你总该能听懂。桑老二，这不是你二叔吗？原来是出了家贼呀！二叔，说说吧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桑老二，你可想清楚了再说。是啊，二叔，开口之前可要想好。你跟周成宇交易的时候，应该有凭证吧？有，我每次去找他的时候，我都有录音的。明天的记者发布会，我希望你站出来指认周成宇。那你们还不如杀了我呢！只有周成宇倒台了，你才能拿回你的房产证，保住你的房子。你也不想你的孩子回来后，连张睡觉的床都没有。二叔，你可想清楚了，如果你愿意指认周成宇，我就考虑不追究你的责任。真的，就是他，就是他拿着我的房产证要挟我，让我往桑榆的原材料里下药的。桑老二，你是老糊涂了吧？你信口开河给我泼脏水，你说是我指使你的，你可想好了吗？当然想好了，不是我老糊涂了，是你丧心病狂。就是因为桑榆阻止拆迁，哎，你拿不到兴旺村的地皮，所以你先指使我给猪下药，又让我联合骗子骗桑榆的钱。你气不过桑榆中标，又让我在食品厂里动手脚，这都是你让我做的呀。现在大家能听懂了吧？看不出来啊，周总仪表堂堂，竟敢些偷鸡摸狗的事，这他妈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周总，你这不会是急了吧？没想到这小周总居然是这样的人。你让我说，上次污水排放不合格，我就觉得他不是什么善良人，跟他哥哥比，比不了半滴。你一口一个我指使你的，证据呢？你没有证据，我就告你诽谤。告我？我要是没有证据，也不敢站在这儿。姓周的，你拿着我的房产证威胁我，你还真以为我桑老二是你捏的啊？就你随便拿捏的啊！来了，坐。你们说，他要是失败了，愣着干什么？你想看他毁了我们周氏集团吗？呀！不要！方宇，我以为你有多大本事，就只会给我泼个脏水而已。低级，下次做的周全一点。别急啊，周总，话都还没说完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你该不会是以为把这个录音笔给踩碎了，我就没有其他证据了吧？各位记者，各位记者，这上面可是写的清清楚楚，只要我帮周成宇把桑榆给赶出去，他就给我500万。500万？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做生意诚信，周总签下这样的合同，真是丧尽天良。周总，事情真的像桑总说的那样吗？周总，您真的看不惯桑总，所以指使他二叔在食品厂下毒是吗？对，还有那合同到底怎么回事？周总说两句吧。我没做过的事儿，我有什么好说？周成宇，当初可是你先找我和我老婆的，你现在不得不认账啊！你让我们做的，我们都已经做了呀！你就把房产证还给我，
我们老两口子混了大半辈子呀，两人就剩下这么一套房了。你今天如果不给，那我就不让你走了。少给我耍无赖！我压根就没你的房产证，要不说你们几个全都是一伙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僧侣，你们不就是记恨我拆你们猪圈，所以想方设法要给我泼脏水？不过可惜，你们找错人了。这个桑老二，他就是条疯狗，给根骨头就乱咬人。他说的压根就没证据。你还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啊！周总，这监控视频都放出来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桑总，你赶紧报警，把他抓起来。周总，那咱们警察局一起喝杯茶。是我干的。你说什么？没错，这一切都是我干的，和周总无关。你不过就是个助理，我们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次次找我的麻烦？因为我看不惯你，桑女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养猪婆，你凭什么趾高气扬的和周总说话？我们周氏集团要拆兴旺村，那是给你脸了。你的意思是你要替周成宇顶罪了？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和周总没有任何关系，何来顶罪？好一条忠心的狗，他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？你知不知道？这是要坐牢的。那个桑老二可靠吗？他毕竟是桑榆家的亲戚，万一到时候有墙头草倒向桑榆，那我们这桑老二固然不可靠，他万一把我们捕获出来，那我们可就完蛋了。周总，那您的意思是？小王，我记得你老婆是不是快生了？周总，我愿为您赴汤蹈火，肝脑涂地。小王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桑榆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件事是我一人所为。现在要把我送去警察局，还是想怎么样？你随便。什么呀，小王？原来是你背着我干这些勾当。桑总，您放心，这种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来人，送到警察局去。周总，你手下的人做出这种事情，难道你不用负责吗？对，的确是我管理不严，大成，开除，得立刻开除。你无耻！桑总，这幕后黑手已经找到了，这是好事儿，您怎么看着不开心呢？陆成宇，你做出种种丧尽天良的事情，竟然还想找人顶罪，就不该下地狱吗？这死后的事儿又有谁说得准呢？再说了，他已经承认是他干的，跟我没关系，您怎么就不信他的话呢？桑榆，他们之间肯定达成了某种协议才会到。这件事急不得，咱们得慢慢来。哎，对了，桑总，今天怎么就程总没带谁呀？你身边那个得力干将叫什么来着？铁柱，这么大的场面，他怎么没在场呢？哥。我要拆了这兴旺村，谁来了都挡。兴旺村不能拆，哥，我也是周家的儿子，凭什么爸爸集团都给了你？拆了这兴旺村，那是对咱们公司好啊！一群农民而言，咱们拆了这兴旺村，建化工厂，对咱们来说那是稳赚不赔的生意。只要有我在，兴旺村就拆不了。哥，那你就怪不了我了。铁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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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铁柱，你怎么了？桑总，你的人也不过如此。周成宇，你别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。桑总，要我说，赶紧送你的员工去医院。这么热的天，再闹出人命就糟。桑榆，当务之急是把铁柱送回。
宇，你跟你没完！静候江阴。铁柱，铁柱，铁柱！铁柱，你醒了！你快吓死我了！程明，铁柱，你不会又失忆了吧？我是桑榆啊，可是我把你从记者会上给背回来的。我知道。铁柱，你刚才怎么了？把桑榆吓死了。铁柱，桑榆，周成宇呢？本来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的好好的，他的助理突然跳出来顶罪，周成宇全身而脱了。恶人终究是没有恶报。桑榆，你放心，我会替你一笔一笔讨回来的。铁柱，你就是一个帮桑榆养猪的，那可是周成宇，周氏集团的总裁，连我都拿他没办法，你拿什么跟他抗衡？程总做不到，怎么知道我也做不到？桑榆，你相信我。我当然相信你啊！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让周成宇翻不了身。说的简单，周氏集团就是一棵大树，蚍蜉撼树，我可不是看不起你啊！大白天的，程总公司就没有什么事儿要做吗？我这不是关心你，不劳程总对我，不劳，请回吧。你好像对我很有意见。如果不是程总苦劝桑榆，桑榆也不会让他叔叔进城。程总，我不该对你有意见吗？这件事确实是我的错，但我已经跟桑榆道过歉了。倒是你，处处跟我作对，你是不是喜欢桑榆？程总，你瞎说什么呢？铁柱怎么可能喜欢我？既然如此，桑榆，我先走了，有事联系我。我送你。 그래 지금은 이만큼만 가슴이 설레는 이 느낌만 가끔은 친구 같은 때론 연인 같은 우리들 사이 잘 모르겠어 전화를 걸어 그대 铁柱，你疯了！程明说的对，我喜欢你，桑榆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我眼下的事情都还没有解决呢，周成宇一计未成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这种时候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周成宇危害我们新网村，否则我爸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的。你放心，我会帮你解决周成宇的。铁柱，你要做什么？你千万不能做傻事啊！程明说的对，周氏集团势力大，而我们就是一个小厂子，根本就不是对手。你怕了？我当然不怕，我只是担心你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你刚刚明明听到了的，我说我担心你。那你答应我，只要我解决了周成宇，你就跟我在一起。你先解决了再说吧。平时看着挺严啊，到现在倒是蔫了。你还是先帮我想想怎么对付周成宇吧。他一天活跃在滨城，我就一天放心不下。我觉得程明说的对，周氏集团势力大，可势力越大，纰漏就越多。可是我们又不认识周氏集团的人，去哪儿找他们的纰漏服？税务？税？我是自从开了厂子之后才知道，这税是最严密的资料，但是我们怎么可能会拿得到啊？你放心，我能拿。你能？铁柱，你该不会是刚刚晕倒的时候摔到脑袋了吧？不行，我还是得继续给你砸6个核桃，给你补补脑。哎，周总，恭喜周总，贺喜周总。哎，周总，有什么可？那个桑榆那小丫头不是点子更多吗？还不都是被周总您轻松化解了？还是周总您更技高一筹呀？哎，接下来。不行，经过上次食品厂中毒的事情，桑榆已经有所防备。这么做，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周总，您说的对，您说的对。猪脑子，这是你错的地方。周总，是，您教训的是。之前让你找我哥的尸体，有下落吗？这个还没找到。你也知道，兴旺村后山的地势比较复杂，
搜救队一时半会儿上不去。不过周总，你放心，都这么久了，周承泽还没有出现，那肯定是为了野狗。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大意不得，接着给我找。无论如何，我要看到他的身体。是，周总，您放心，今天晚上我就带人亲自去找。这位季度的财务报表，这个已经解决了，您放心，上下我都打点好，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还是你小子领导，记得多帮照看小王。是，周总，你放心啊。都给我往山上找！周老板发话了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找！哦，这鬼地方，一到晚上还挺瘆人的。刘言儿是。啊！鬼啊！啊！鬼啊！老鬼！刘工头，好久不见了。我问你什么你就老实回答，不然我就让你变成这的鬼，听懂没有？周总呀，这不关我的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呀。我当然知道你什么也不知道，因为你没那个胆子，你不过是周成宇的一条狗而已。对，就是周成宇，他一直想拆了兴旺村盖厂子，你不同意，他就把你约到山里面，把你推下去。没，只是没想到我还活着。看我现在的样子，像不像我坠崖时候的样子？周总，这现在到底是人还是鬼啊？周总，都是周成宇，我上有老下有小的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求你了。想让我放过你也行。小王替周成宇顶罪之后，财务报表是不是你在做？怎么想不起来？我想起来，我想起来，那个周总，财务报表都在这里面，都在这。算你识相。今晚的事情，周总，你放心，今晚呀，我在这里找人，什么都没有找到，也什么没有看到。铁柱，不是让你去割猪草了吗？猪草呢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你去哪儿了？周氏集团所有的财务报表都在这里。什么？这周氏集团的财务报表你是怎么拿到的？我是……你快说呀！你要担心死我啊！我是周氏集团总裁。你说什么？好啊你！亏我还以为你是一个良家妇男，搞半天原来你跟那个周成宇，你们竟然是亲兄弟！你还假装失忆在我家住了这么久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桑云，你听我说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如果我真的是假装失忆，我会帮你对付周成宇。你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。那你是怎么到我们兴旺村的？周成宇想要强拆兴旺村建化工厂，我不同意，于是他就趁我约我爬山的时候，把我推下山头。啊？什么？这个周成宇，他根本就是个杀人犯。没错，但是我现在还不能跟他对峙。是啊，你现在确实还不能跟他对峙。周成宇这么丧心病狂，他要是知道你还没死，那他肯定会想办法置你于死地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先让周成宇倒台，然后我再接手周氏集团。放心吧，我们有了这个财务报表，这个周成宇他也得意不了多久。刘工，
再拿瓶好酒来。这还挺利索。周总，好久不见啊！桑榆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怎么，你那食品厂还是饲养厂又出什么问题，找我来背黑锅呀？我厂子好得很，事业蒸蒸日上，利润成倍进账，就不劳烦周总操心了。是吗？那你不在家守着你那几百头猪做你的春秋大梦，你跑我这儿来干什么呀你？当然是做三好事。周晨宇，你涉嫌偷税漏税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说苍宇，你前一阵子雇了几个农民来我的庆功宴闹事，今天又找人办了几。周晨宇，这是我们的证件，你涉嫌偷税漏税，就跟我们走一趟。不可能！周总不好啊，咱们被查了。周晨宇，现在就跟我们走。苍宇，你怎么能拿到我的财务报表的？你怎么拿到我的财务报表？我拿到自己公司的财务报表，是什么让人很惊讶的事情吗？哥，你没死啊！托我好弟弟的福，尾门关走了一遭而已。难怪这刘工找不到你的尸体。周川泽，你压根就没进公司，你怎么拿到报表？当然是多亏了刘工。你说什么？要不是你日日夜夜的让他去寻找我的尸体，我怎么可能在割猪草的时候遇见他，可以这么轻而易举的拿到财务报表？我可是你的亲弟弟，你就真的要把我送到警察局吗？你不是一样心怀愤恨的要杀了我吗？周成泽，你不得好死！这下总算是尘埃落定。谁说尘埃落定了？周成宇都被抓走了，怎么不算是尘埃落定？铁柱，你这是……不管原来我是谁，我永远都是你的铁柱。不知道桑总愿不愿意跟周氏集团合作？你是说要跟我的饲养厂和食品厂长期合作？怎么，你还想继续跟那个陈明吗？没想到我们周总还是个醋坛子嘛！你是我的，也只能是我的，签不签？那就麻烦以后周总多多照顾我。你什么时候搬过来？搬过来？对啊，不然那个程明总是来找你，我恐不入，我防都防不住你。啊，你就这么喜欢我呀？桑园，你是我危难时刻唯一的依靠，也是唯一什么都不图还愿意收留我的。怎么，桑总对自己的魅力一无所知啊？这6个核桃把你吃的嘴这么甜。好，我搬，我现在就去搬。哎，我让司机送你去。不用，也不是很远，我收拾好了就回来，你就乖乖在家等着我，给你做核桃虾仁吧。这心愿不会变，爱情有点。周总不好了，周成宇跳车跑了。立刻让司机备车。周总，
人犯，给我放开我！桑榆，你也过了几天好日子，现在该你下地狱了。陈子知道你们这么做，他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少他妈给我提那个废物！恐怕等他找过来的时候，他早就跑了。我呸！周承泽比你好100倍，周成玉，你才是那个废物！有本事就杀了我！别着急嘛，想死啊！我他妈现在就成全你！你要干什么？杀你呀！不明显吗？不过也可惜了，没办法亲眼让周承泽看见你尸体那痛哭流涕的样子。我知道你是被逼的，你可要想好，我要是现在收手，我还能替你求求情；我要是继续跟周成宇狼狈为奸，我也救不了你了。废物东西，就说了2句话就把你吓得走不动路了，七哥！救命啊！周总，你不能进去。子瑜，周总，火势太大了，你进去之后，万一找不到桑小姐，自己上来该怎么办？说什么？我要去救桑榆。周总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已经报警了，消防上马上去吧。我们只需要稍微等一会儿就可以了。周总，子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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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周总，快送医院。铁柱，你到底让我看什么东西啊？来，你这桑榆，你昏迷的这段时间，我真的特别担心你。我一直在期盼着你能早日醒。失忆的这段时间里，是我最开心、最幸福的一段时光。我无数次幻想你穿上婚纱时的我该会多么漂亮。桑榆，我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你愿意嫁给我？我愿意，我愿意，铁柱，我愿意。能娶到你，才是我的人生巅峰。嫁了个失忆老公，竟然是真霸总！桑榆呀，桑榆，你还真是靠养猪走上人生巅峰啊！